万万没有想到，韩国也能拍出这么炸裂的动作电影。어이, 내가 좀 누가 딸래? 这番操作让我的双眼简直是应接不暇。然而如此干净利落的身手，可他却只是这部电影里的开胃小菜。真正的最强王者，还得属于眼前的女孩小雨。他的实力属于 T0级别，然而身手还只是辅助。最让人惊讶的却是他的高智商。在10年前，一家生物公司培养了一群小孩，他们个个都拥有异于常人的超能力，而女孩小允就是其中一员。只是她的能力更为突出，是所有小孩中最出色的一个，所以也被着重的培养了起来。先是从感之力进行培养，逐渐发展成意念力，即使蒙住了双眼，她也能察觉和控制射来的弓箭。最后一步是培养她的攻击性。面对数条狼狗的围攻，可是女孩并没有表现出害怕之色，她攥紧一根尖锐的小木棒，并在研发人员的注视下，现场就传来一阵阵狼狗哀嚎的惨叫。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，他们全都倒在血泊之中，这让白博士不禁鼓掌叫好。然而对于这项超能力的研究，公司高层也是感到后怕，他们害怕以后控制不住这些孩子，于是便下了一个狠心的指令，那就是将这些孩子全都杀掉。然而兔子急了还会咬人，更何况是这群有着超能力的小孩。小允就是从基地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并成功逃脱。由于他此时才8岁，即便再厉害也是凡人之躯，晕倒在一农户家的附近，被好心的农场主发现，他请来医生为小允诊治。虽然生命并无大碍，但小允却是丧失了记忆。由于夫妇2人膝下无子，于是便果断收养了小允。转眼10年过去，小允已是一名高中生。白天他在学校上课，放学就帮养父饲养牛群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学业依旧是门门满分，这让养父也是感到十分欣慰。然而家有千般好，哪有事事都如意？由于牛肉市场价格持续下跌，这让养牛为生的一家颇受影响。小允来到小镇准备赊点饲料，但老板却是死活不肯，因为之前赊的账还没还上。就在小允苦苦哀求之际，一旁却是出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直到店老板发现，这才知道男孩是店老板的儿子。他偷偷帮小允装上饲料，即使面对老父亲的打骂，他依旧是不予理睬。眼看事已至此，店老板还想说点什么，可还是被男孩给成功打断。而这就是所谓爱情的力量。 야, 이 신발로 막 했냐? 좋아? 이거 집에서 거덜낼 새끼 이놈이 이거. 아니 아는 사람이 이렇게 쪼잔하게 구지 마요 진짜. 아유 쪼잔? 신발로 새끼가 확 그냥. 아니 넌 도대체 왜 쟤만 보면 정신을 못 차려 이놈아? 아 이쁘잖아요. 얘라 이 등신 같은 놈아. 등신 같은 놈아. 신발로 새끼가. 在如此拮据的生活之下，养母又偏偏患上了老年痴呆。可即便是如此，她对小允的爱仍旧没变，这让懂事的小允倍感珍惜。然而在晚上冲凉之时，小允突然感到头痛欲裂，隔了许久才慢慢恢复正常。来到医院进行检查，发现大脑产生病变，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。先不说巨额的医疗费，就连骨髓移植还需要至亲的才行。可是她也不知道亲生父母在哪里。眼下时间已经不多，加上养母又急需前来治病，在闺蜜明基的建议下，她打算参加一档歌唱比赛，因为奖金多达5亿韩元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她来到比赛现场，凭借清纯外表加上出色的嗓音，这让她的表现十分不俗。只是演唱结束，她还上演一段悬浮魔术，这一举动让她直接出圈。然而成功的表演却是给她带来了致命灾祸。看着电视里的小允，白博士一眼就认出了她，随即派出得力手下卷发男前去确认。在火车上，两人相对而坐，卷发男跟小允曾在一起接受培养。为了试探小允，他直接甩出一巴掌，没想到直接把小允给吓哭了。这让经纪人兼闺蜜的明基实在恼火，一口一个阿西吧的把卷发男骂跑。考虑到车上的人实在太多，卷发男只得暂时性撤退。但他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车厢上因为被人无意撞了一下，他就把男人给直接干废，随后打开车厢门，毫不掩饰地将其扔了出去。而小允这边在下了火车之后，她和闺蜜正在路边等车，不料车上下来一伙西装男，领头的刀疤男想让小允上车交谈片刻。然而明基见这群家伙不像什么好人，于是趁机叫了一辆出租车，迅速逃离此处。可刀疤男岂会就此作罢？晚上趁着夜深人静，他便带着人潜入了小允的家中。这是我见过打斗最飒的女主角。见闺蜜同样被人挟持，她知道这下是退无可退了，随即观察四周敌情，在瞅准时机后便果断出手。
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，他居然就此解决了战斗。然而面对上门找事的刀疤男，小允直接就是甩出几巴掌，打得他开始怀疑人生。见过强悍的，可就是没有见过这么生猛的，他都不用转头就能精准射杀想逃的小弟。眼看气也出了，随即一枪解决了刀疤男。本以为危险就此结束，但卷发男却是从一旁悄悄走了出来。他是个爱动脑的狠角色，用小允的养父母作为威胁，这就让小允乖乖的就此妥协，随即坐上小车被带离此处。转眼就来到逃离了10年之久的基地。为了防止小允再次逃脱，他们用铁铐将他牢牢锁住，而白博士则是躲在暗处跟他交谈。只是交谈之前，他先是给小允注射一管药剂，这是帮助他恢复丧失的记忆。随着昔日记忆再次浮现于脑海，小允的大脑便不受控的疼痛起来。白博士随即解释道，人之所以只开发大脑的一部分，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，一旦扩大对大脑的开发，凡人之躯根本就无法承受。而白博士的研究就是在扩大的同时，还能抑制爆体的风险。眼看已到大脑活动的临界点，白博士知道小允快要支撑不住了，随即又给他注射一管特效药。它不光能抑制异常活跃的脑细胞，同时还能让小允正常使用超能力。只是特效药只能维持1个月的时间，看来白博士还是想把小允收为己用，毕竟他实在是太强大了。然而聪明的卷发男看到这一幕后，这才明白了小允的用意，随即往白博士这边赶。 무슨 일인데? 우리가 낚였어. 뭐? 우리가 찾아낸 게 아니야. 저 씨발년을 찾아낸 거지. 而白博士此时还洋洋得意，殊不知已经中了小允的圈套。只见小允一个眼神，一旁扩音器就被损坏。趁着身边杀手分神之际，小允已经解开手铐离开了座椅，而打手才刚缓过神，下一秒就被拍在墙壁之上。如此迅猛的攻击，直接是要了他的性命。为了阻止小允，白博士下令释放睡眠气体。然而小允并不慌张，只是开出2枪，消防管道喷洒的自来水就能稀释部分有毒气体。随着烟雾慢慢散去，可是小允已经消失在房间。原来他从通风口已经逃走，只是这逃走一词用在他的身上又有些不大合适。趁着白博士惊慌之际，小允从天花板发动攻击，2名杀手也就此应声倒地。随后这才慢慢来到白博士的身边。原来他的所有举动都是经过精心设计，包括10年前从基地逃出去，他就已经挑好了养父母的家，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对夫妻膝下无子，这也是他能被成功收养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本来想就此过平淡的生活，但是因为大脑接受了人工开发，使得他时常头痛欲裂。然而寻找白博士并不容易，只得借参加综艺节目来吸引猎人的注意。这就是高明的猎人，往往就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 이런 영악한 년! 박사님이 이렇게 만드셨다면서요? 为了拿到更多的特效药，他一枪打爆白博士的膝盖，以此来镇压他那不老实的心思。随后拖着他前往实验室拿取特效药。而卷发男这边在支援的途中，却是遇到一伙武装势力的袭击，而他们是公司的另一股势力，目的都是想争夺小允。然而面对这群超能力的精神小伙，子弹攻击并没有多大作用，只有击中他们的脑袋，才能将其彻底击杀。为首的老崔将小喽啰交给小弟，自己则是前去追赶卷发男。然而卷发男这边同样留了一位高手，只见妹子拔出腰间的匕首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打手身后。当他们反应过来，可以是为时已晚。另一边，小允像似察觉到了动静，只是一个转身，他就被撞飞至一旁。 原来卷发男已经赶到此处，然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一个瞬移来到其身后，接着一把将他推向墙壁，随后还不忘嘲讽一句：“卷发男抬手反击，却被小允轻松格挡，接着又被重摔至一旁。起身的他摸了摸被掐的脖子，恼怒的他使出浑身力气，在他不断挥拳攻击之时，可是每一次都被小允给成功躲避。只是躲避也只是一时的，抓住机会便是趁势反击。看来这就是绝对的等级压制。但是卷发男并不服气，小允只能用大耳刮子让他看清现实。一巴掌不够，那就再来一次。如此不行就接着闪。只是卷毛好歹也是 T1级别的高手，他的攻击也是极度强悍。小允一个失手就被折断了手臂，但他并不慌张，一只手也能压制对方。得空的他抬起手臂，没想到他还有再生能力，断掉的骨头片刻间再次复原。随后对卷毛开始下起重手。 这番攻击要换成常人，早就凉透了。然而卷发男只是平复一下气息，他还能大战300回合，靠着意念拾取地上的手枪，再凭借超能力飞身躲避子弹的攻击，如此便由拳脚功夫转变成意念力的比拼。只是小允在这一方面更是胜他一筹。
就在小允要彻底解决眼前的麻烦之时，尾随的老崔却也来到了这里。他的出现不但打断了小允，更是让受伤的白博士向4看到了希望。他让老崔赶紧杀了小允，可不曾想到的是，老崔却是先把白博士给杀了。虽然都在一个公司，可是双方背后的大佬都不相同。然而只是转身的片刻，小允就消失在原地，随后又突然出现在老崔身后，只是一个提膝重击，便将老崔给击杀。这就是轻视对手的下场。眼看就剩他与卷毛2人，不料长发女却是从背后发起袭击，虽然击伤了小允的腹部，可她也被无情的捏爆了脸庞。即使卷发男抓住了时机，可是小允的意念力极其强大，这让卷发男根本无法动弹。在绝望中，他也被匕首贯穿了身体。小允之所以留着他一口气，就是想知道总公司的位置。可是卷毛男并没有把握活下去的机会，不但只字不提，还朝着小允做出一个鄙视的鬼脸。看来他已经过够了这种被人操控的生活，那小允只能随了他的愿。带着拿到的特效药，小允来到医院，他把其中大部分交给养父，因为这也能治疗养母的老年痴呆症，而他只留下2管。虽然他下起手来狠辣无比，可是对养育过自己的人，他却是十分懂得感恩。加上跟他形影不离的闺蜜明基，他同样倍感珍惜这份友谊。为了不让他们受到未知的牵连，小允只能就此离开。转眼3个月过去，小允找到了白博士的孪生妹妹，从她这得到了更多的特效药。虽然一时间性命无忧，但女人却知道小允的亲生父母，只是想从她口中得知这一信息，可能有些不大容易，因为一旁还有一位虎视眈眈的女人，或许她也会是一名有着超能力的对手。那小允能否活着离开呢？我们下一步再继续说。